畫面一轉，超能力學院唔再黑掹掹，有新鮮感嘅唔止你哋，仲有呢班學生哥。展斌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今天精神吗？精神。你样子一点都不显得你精神。你知道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嗎？不知道。好似係靈感官係嘛？第一個燈。我嘅靈感官嘅能力係咪？我自己係感覺上係直覺、靈視同埋感應力都會有啦。其實靈感官這塊呢，我感覺我還是稍微是欠缺一些吧，因為我是純術數派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跟老師好好學，因為老師呢是這方面的高手。因為老師是法師嘛，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用法術來教我們通天眼。可能老師會用冥想的方式，氣功啊、運氣啊，這方面的東西。今天心情還是挺期待的，好興奮，亦都好期待啊！我今天心態嘎嘎好。泰明師傅，我準備好㗎啦。咁我知道咧，你係通天眼嘅專家啊嘛。咁我哋第一堂係學咩咧？呼吸、打坐，定係你要傳功俾我哋啊？都唔係。咁係學咩？我今日上嘅係理論課。為啥呢？你說你這個通靈怎麼還有理論呢？當場係 blank 晒嘅，就係當機咗我發生咩事而家？天目這個詞語，大家可能聽得比較陌生。它可以通天地、通鬼神，也是一個智慧和覺醒。它在哪個位置呢？就在這個位置，我們松果體。第一種我們叫直覺眼，最簡單直白就是直覺。這個我感覺我也有哎，就是有的時候會在眼前打出一個影像來。對吧？也能看到這些什麼靈體呀，就奇奇怪怪的東西啊，邪乎事兒啊，見到很多。但是，這不是我去主動的去觀測他們，而是他們主動來去觀測我。所以這東西不是我能控制的。靈眼，它能看到陰陽兩界的東西，也有直覺的東西，而且也能看到大自然界的一些靈體啊、精靈啊。花草啊，呢些它們的生長狀況啊等等，它都能看到。我係比較屬於係靈眼，每一次我去接觸個案又好，都係靠我自己去感受，究竟呢啲係乜嘢嚟嘅，慢慢咁蒙自己練翻嚟嘅。你們所說的天眼啦，它可以去天庭，可以去地獄，但是它唯一條件是什麼呢？天庭一定要認可。所以有人是天賦，一開可能就是天眼。有人是慢慢晉升的，這個也可以靠修煉，靠你的誠信度等等。我覺得我的靈感官的能力還是比較敏感的。看到的話是我是閉上眼睛用天眼的方式去看，耳朵的話是有時候你會接收到一些聲音，然後身體的話你可以感覺到物品大概長什麼樣子。好 ，Miko，你在你身上隨便找一個東西，這樣子隨便一隻手抓着，讓學員猜在哪一隻手。對了，那你們轉過去一下。轉過去一下。準備好，可以回來了。好，它的物件是在它左手還是右手？首先猜了這個先，自己試一下，試一下。感受。感受。哎，你這個不就在左手了嗎？重新來一次。好了，不好意思。麻煩各位，轉過來，好，你們用心的去感受一下，或者用你們自身擁有的功能，然後去看一下那個物件是在它的左手還是右手。第二個問題 ，Miko 的物件是什麼物件？好，我們看一下正確答案是什麼？對嘞，在左手這裡。林克居然中了，厲害啊！然後展斌的是橡皮圈，
您勒的是环形，您喝的是圆形金属。我要揭晓里面是什么吗？是一个金属的戒指。我本来想拿梅花易数去算一下的，但是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吧。你终于肯认通灵了是吧？啊，意思说你有通灵能力，你就是不认。那老师说了，说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，真传一句话嘛。有的时候没有这一句话，你自己想3年你都想不明白的。就是一开始我是看右手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光，然后但是它有闪过去右边的时候，哎，是不是在右边这样一个情况？好，其实我告诉你听，通灵者最重要的一个位置是什么？相信第一直觉，只有第一感觉是真的，但是这个感觉不一定100%，但是有第2个出现的话，绝对是100%错的。他可能有给到我答案，但是我没有相信我自己，所以我没有把那个答案写出来。你这个不确定，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不确定呢？没有。好，第一样东西，男生把气门给提起来，讲话大声一点，要自信一点。你見到什麼就是什麼。其實展斌係一個天賦型選手，只不過未有挖掘佢嘅能力。可能好多人都唔知，其實佢嘅天賦係從頭到尾都未關過天眼。呢個係喺佢行出嚟嗰一刻，其實我已經發現咗佢呢個潛力。我哋亦可以拭目以待佢呢匹黑馬啦。能早上堂一片歡樂，但係超早咧就完全唔同氣氛啦。Ivy， 你身上有一些浊氣，你必須要把它排出來。佢想先下手為強，去對其他人落詛咒。隨住訓練越嚟越深入 ，Ivis 體內嘅魔性會唔會一發不可收拾呢？第2步是站樁的核心，叫做虛靈頂勁，沉肩墜肘。在這個狀態裡面呢，我們永遠有2股力量對抗的，有一條線扯着你的頭頂，肩跟肘它是往下沉的。好，我們這樣堅持幾分鐘，吸到不能再吸的時候，綿柔的出來。Ivis 突然反晒白眼，相比起佢2位同學，佢嘅反應好似唔多正常。Ivan 會有什麼感覺？看到東西都在閃。好吃。當你的元神回來，你看到的東西不在這個世界，不在這個世界。風水導師呢句說話究竟係咩意思？究竟 Ivis 睇到啲乜嘢？你現在去了哪裡？有座山，有水。現在感覺怎麼樣？輕鬆很多。不要閉上眼睛。好像一個東西在漂泊。就那時候捏了2下，就整個會比較輕鬆一點，比較容易拋開所有的思想，蠻像我們降機時候那一段感覺。佢身上原先有嘅嗰個氣咧係比較陰一啲嘅，陽氣要往上揚，眼就係我哋嘅火嚟噶嘛，佢往上，所以佢會反出嚟。睇下佢個手，原先係要撳住，佢已經升咗上去。佢已經冇辦法撳住個氣。佢太多時候靠佢嘅一啲叫做陰靈嘅力量，我唔想啊！我覺得係應該用翻我哋嘅正法，行翻佢哋嘅正道，先能夠將佢嘅力量發揮到更加大。
太乙玄针9气4灵，乾健金亏能魁罡殿运行至乾元亨利贞。成为中世纪的师傅，有道，有法，有自己的这种术数，给你们画符，给你们喝符水，道、法、术，其实你们都要去学。因为今天是打通他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潜能，也就是说增强我们的这个灵感力。他们应该这个通过这种法事沟通天地以后，每个人都会得到属于他们的那个能量。托着他，我会念一句，你们念一句。一种法水源于仙，一种法水源于仙。各位祖师相助缘，各位祖师相助缘。慧慧今天可能要让他链接东方的神，东方的神想请谁来，谁就会来。安吉丽是想学术数，想学奇门，法奇门也要请神的。谢谢 MS， 里面有师尊，你很想要链接那个师尊，这个仪式以后，只要你想要谁来传给你，谁就会来传给你。好，后面。你应该会感受到一股那种已经共振了。到这边的时候，它有一浊的气一直会出来，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这样子。那你之前有试过这种感觉？没有，第一次。我刚刚给他传的就是我们祖师的心印，就是他祖师会梦中传给他，但是他不知道他祖师想的是什么。但是你看他现在有反应啊，到最后的话。以后在梦里梦到的东西，在第二天他就会写出来。我会感受到，就是内心的那个能量是特别的感动，不懂为什么，寻找到一个，那道光一樣。頭先啦，師傅咧就過完功咧，俾佢3位學員啦。咁接住落嚟咧，就唔知道師傅會教佢啲咩咧？对的，我今天会教他们一个术数叫小六壬，它可以随时起盘，随时解盘，随時可以化解。那麼也有掌訣的。小六壬咧係一個掌訣，將3個吉、3個凶擺喺掌訣度，係將月日時咧就去數喺個掌訣裏面咧，就知道邊個方位時間問題係知道吉凶去解決咯。一坎二空三正四序五中宫6乾7兑8艮9臨門，它是6種神煞，大安、素喜、小吉是吉神，也稱之為吉星啦。榴蓮、赤口、空丸是凶星。3個咁專心抄 notes， 睇怕都學識晒啦。咁以下呢個考核難唔到你哋啦啩？考核好簡單，助教 Crystal 會將道元老師嘅白玉麒麟收埋喺道佛洞入邊，佢哋3個要用小六壬揾翻出嚟。我哋好 fair 嘅，道元老師都唔知阿 Crystal 收埋咗喺邊度，3位學員揾緊嘅時候，老師都一齊用小六壬預測佢哋嘅結果。首先起完卦以後就確定方位，確定了方位以後，然後再確定周圍的環境。當然從這個地方來中心點，那如果是西方，那就在前面這個地方啦。它顯然不是在前面這個地方啦。MX 個樣好迷喎，哦，原來係分唔到東南西北。停留在那裡不是西方，它停留的那個地方是正南，是數喜位，是在正南方。所以的話，如果磁場不混亂的話，一定是在正南方。而家先知學小六壬之前，要先學好啲地理常識。如果唔係咧，支卦幾準都冇用啊！睇 Angeline 個樣，同 MX 都係差唔多啫噃。係咪指示話俾你聽，就係喺呢個位置大概？係啊。他可能是找不到，因為落在這個空丸上面，空丸就是尋物物不見，但是這個過程他有可能會接觸到，但是他沒有辦法找到。結果
如道元老師所測，空亡啊！我已經學識咗呢個道元老師教我嘅掐指一算。首先，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同一啲金色嘅嘢係會有關係嘅，同埋我覺得佢唔係明明顯就放喺度，即係大家係有將佢輕輕咁樣遮住咗佢咁樣。我覺得佢係同人形狀有關嘅，所以呢度有好多個佛像啦，我覺得都同佛像有關係。估唔到一位西方嘅女巫居然學得咁快，中晒喎！道元老師，你係咪測到慧慧真係揾到呢？空完就是不見。咁大鑊！道元老師呢句係咪話慧慧會揾唔到啊？就是視而不見。明明行過，明明望住，但係真係睇唔到。老師頭先教話，如果你揾物件空亡，即係冇嘅意思，即係我揾唔到佢。但我好肯定我嘅方向同埋頭先嘅描述係啱嘅。可以講多次你嘅描述。金色的佛像，石頭附近，唔高腰身，同埋佢係有被遮擋嘅。你試下180度轉咗後邊。哦，喺呢度啊！已經找到，但是就是沒看見。揾到啦！腰身附近金色有嘢遮住。唉，卦象全中，但係最終應咗視而不見。啱啱上完理論課，而家就開始上體育堂啦。首先報數1、2、3、4，我係新嚟嘅麻瓜學員啊。師傅，咁我哋上完理論課啦，而家跳到嚟體育課係要上啲咩咧？我而家會教大家呼吸法，一隻手掌心向上，一隻手掌心向下，男左女右。好多時候咧，我哋會吸入一啲病氣啦、陰氣啦，或者一些不好的氣息啦。所以現在就教你們這一套太陽跟我們之間的一個能量轉化，變成我們的一個正能量。會有這種氣流啊，感覺從自己就是吸收太陽的這隻手啊，就是從裡頭進，從這邊順着，哎，到了這個位置，哎，然後再順着這邊，哎，就出來了。這個手是熱的，這隻手是冷的。用意念想象着我們兩手中間有一個小球，感受大自然的氣進入這個小球裡面，讓它自行自動旋轉。我有這個面目的這個反應，其實就是因為我接收到了能量，一開始都會有這種反應。我的畫面是有束的能量這樣走過來，然後就有看到一顆球還是紫色，然後還有那種閃電的一下子這樣的一個畫面，然後就感覺到好像2塊很大的磁鐵在我的手，然後是它自己去轉，然後有時候還會變得很快，有時候會變得很慢。初級畢業了，這個就是你練多幾次之後，你們自然會感覺到，那個叫排斥，也叫吸納。通過呢個功法咧，其實大家都已經感受到氣嘅存在，因為使用天眼嘅時候咧，其實都要用氣嘅。接下來咧，我哋就會睇下你哋嘅天眼而家去到一個咩級數。麻煩 Miko 提供一下一對耳環出來可以嗎？考核題目就係揾出 Miko 嘅其中一隻耳環。可是師傅為什麼一定要耳環呢？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對的，他們兩個帶的磁場基本上是一樣的吧。通過你的氣能感受他們。我們先請李磊找一下那個物件在哪個盒子裡面。佢哋兩位咧就喺度睇緊戲，睇緊物品去形成一個物體形狀。我猜那個。這個。展斌同 Lily 都話喺右邊第一個盒入面喎。這個。咁快手？睇多次 replay，林學堅係用咗3秒就指咗個答案出嚟咯。我們現在揭曉答案。教咗成個單元，係時候公佈成績表。林鶴猜對了。
又係林學猜對啦！天眼開得最快嘅居然係佢。林學係非常之出色嘅，佢估好多嘢都好準，佢嘅直覺感係非常順，又唔知道自己有天眼嘅人啦，咁我已經學到佢可以用到直覺眼去判斷所有嘅事情。那你告訴我聽，為什麼你最強的是左手，你要用右手？你是不是對自己不自信了？啊？其實問題最終就一樣，就係嗰個信心問題嚟啫嘛。佢落去走嚟走去，走嚟走去，一陣間又左手，一陣間又右手，其實佢驚啫嘛。其實係佢信心唔夠。世事往往就係咁跳脫，靈感官呢個單元居然俾個術數師跑出。風水導師教落，人喺鬆弛狀態，靈感官最發達。咁幾時係最鬆弛啊？咪就係開餐嘅時候咯。好死啊！嗱，我就準備咗一副啤牌，你聽下咧，你哋嘅導師教你去直接就係攞到呢副牌嘅答案。我教你們一個方法，直接拿太陽光，看着我們有光亮的地方取這個氣，閉上眼睛把它吞掉。一睜開眼睛是什麼，你就直接告訴我。直接借天嘅能量，呢個時候天地有乜嘢信息，即刻去答出嚟。呢個畫面係真嘅。黑色，黑色，哦，再試，再來，紅色，咦，佢哋兩個都唔準喎，係咪 get 錯咗啲咩啊？冇緊張，你好快就出嚟啦。紅色。9號，9號，紅色嘅9號，紅色嘅9號。哇，好厲害啊！就畫面顯示對啊，好厲害，好厲害，好厲害！心跳好快哦，我第一次試這個。這個是我完全從來沒有涉足的領域，因為我一直覺得靈通是只有對人、對事物的東西是沒辦法去掌握的。可是今天這樣子的時候，讓我信心大加分。我就同佢哋講，都係相信翻自己第一靈感。原來呢個山谷裏邊咧，好多人放落啲銀幣咧，就係攞呢啲陽光嘅折射咧，祝福自己咧能夠有財運。銀幣咧喺呢個山谷裏邊咧，佢五行屬性係屬金嘅，相對木嘅元素啊、土嘅元素咧，佢係容易啲嘅，因為佢嘅磁場同呢度係唔一樣嘅。超早嘅考核題目就係喺6個杯中揾出銀幣喺邊。你哋可以擰過嚟啦，可以感受下我將個銀幣放咗喺邊個杯裏邊。成件事最有趣嘅位就係風水導師要同學員一齊估。如果你哋有答案，可以馬上話俾我聽。小文揀咗3號，菲菲揀咗2號，而成程都唔多對路嘅 Ivis 咧就揀咗5號。你既然係導師，咁啊，你唔使講俾我聽啦。你而家嗌一個 number 出嚟，6號，6號，6號 ，OK。4個答案都唔同，好睇啦。如果你哋呢邊啱，學員啱，就係你唔啱，導師啱，即係證明你哋修練唔夠。好，3號冇，5號冇。小文同 Ivis 都已經錯咗，剩翻今日戰鬥力最強嘅菲菲同風水導師。我右邊耳朵顯示說一個數字，就顯示2，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有一個聲音告訴我那個數字。菲菲今日似乎天眼大開，佢會唔會連中呢？菲菲2號，2號冇，1號冇。如果我開6號都冇咧，證明你哋成組人都估唔到。係我開6號緊張啲，開4號有你就衰啦。3、2、1，好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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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果然導師即係導師啊！你哋好好再學習。其實6個杯估中1個杯都難㗎啦，因為佢哋唔熟練，所以咧有好多嘅信息咧攞唔準。當佢哋熟練嘅時候咧，我相信咧未來佢哋亦都可以好準確咁樣揾到呢個答案出嚟嘅。上完堂，下集緊接有3組嘅 PK 大戰，決賽席位花落誰家？下集超能力學院。
想睇更多超能力學院嘅絕密內容，即刻掃 QR Code 登入。